那些加入烈焰大队没2年的特种兵们看到此景都有些意外。毕竟这里就是个凭实力说话的地方，任何关系护在烈焰大队都不顶用，只有极致的实力才能征服这些老兵们。这个年轻的少校到底做过什么，让他们这么服气？苏无忌抬手敬礼：各位好久不见，从今天开始我回到烈焰大队的大队长位置上，事关国家安全，请各位与我同心协力完成重要任务。在这里他毫不谦虚，当仁不让。军长王惊天的目光从在场的每一个人脸上扫过，把所有人的表情尽收眼底，笑呵呵地说道：无忌，每次你回来都有几个小子不服你。苏无忌站在队列最前方，语气淡淡地说道：凡是对我还有所怀疑的都可以站出来，当然我保证事后不会打击报复。这一刻，皇后酒吧那位每天嘻嘻哈哈的老板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他真的像是一杆标枪，随时可以刺破苍穹。光是这一份气势就已经让一些新兵觉得这位少校并不简单。不过半分钟过去之后，仍旧有10几人站了出来。苏无忌说道：我们这次追求效率，你们一起上吧。此言一出，那些曾经和苏无忌并肩作战过的老兵们都笑了起来，甚至有几人在看向10几个新兵的时候，表情里都透着怜悯了。曾经在苏无忌第一次和烈焰大队见面过后，有12个老兵在病床上躺了半个月，就连军长王惊天也往旁边退了几步，饶有兴趣地说道：有好2、3年都没看到苏大队长亲自出手了，今天真是难得。苏无忌转向副大队长万辉尘：老万，给我一支记号笔。万辉尘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根红色马克笔，笑着说道：知道你来，早给你准备好了。李小飞看着苏无忌说道：10几个人一起上，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在原先的侦察连里，李小飞就是全连的尖兵，不管是射击格斗还是武装越野，样样第一。只是在来到烈焰大队的这2年，他发现自己的任何一项都赢不了老兵们，尤其是在实战经验上更是差得远。但面对这个年轻的少校关系户，李小飞觉得自己还是可以稳胜他的。喊完了这一句，他便已经冲到了苏无忌的跟前，右拳佯攻虚张声势地轰向对方的脸，而左拳则是实实在在的攻击，直奔苏无忌的肋下。然而下一秒，他的2拳都落空了。苏无忌似乎只是跨了一步，人就从李小飞面前消失不见了。李小飞一愣，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拍了拍他的肩膀。在这儿呢。苏无忌说道。李小飞浑身汗毛炸起，刚要转身顶肘，自己的膝弯便挨了一脚，直接被踹得跪在了地上。几乎是在李小飞狼狈跪下的同时，苏无忌手中的红色记号笔从他的脖子上抹了一下，说道：结束了。这么快？李小飞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割了喉。随后他便看到苏无忌已经腾身而起，直接冲进了对面10几人的阵营里。由于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对面还未形成集体防御阵型，只是一个简单的照面，2个特种兵的脖颈上就分别多了一条红线。没多久，16个特战精英全部石化一般的站在当场。在与苏无忌的交手过程中，他们全部是一招落败，无一例外。每个人的喉咙都被记号笔画出了个横线。苏无忌游刃有余，轻描淡写。这些人虽然是烈焰大队的新兵，
但对于普通作战部队都是能够达到1:35的战损比。可这个年轻少校虐他们如同虐菜，让他们连反击都做不到。怎么能强到这种程度？李小飞震惊地说道。万辉尘一掐手中的秒表，1分38秒，比前年快了半分钟。现场响起了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毕竟在上次苏无忌出手的时候，众多老兵就已经觉得那已经近乎格斗速度极限了。可在2年之后，苏无忌居然还能再把时间往前压缩了1/4。苏无忌却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手里要是有把刀，还能再快1倍。确实，记号笔还得划喉咙，要是唐刀在手，直接一路砍过去就行了。万辉尘说道。最关键的是这一次，没有人受伤。之前在苏无忌和新兵们的交手里，总是有10几个人因肌肉伤势躺下爬不起来，而这次他已经游刃有余到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割喉。除此之外，其他人没有半点伤势，这才是难度最大的地方。李小飞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看着指尖的红色颜料，眼睛里有着强烈的震撼。他敬了个礼，说道：大队长，我服了，心服口服。场间响起了一大片会心的笑声。毕竟起码有一半的老兵都和李小飞有类似的经历。苏无忌言简意赅地说道：好，我们的见面算是结束了，各位回去准备一下，3天后出发。烈焰大队的战士们皆是无比振奋，眼睛里的战意已经快要烧起来了。显然只要有苏无忌在，他们每一仗都打得雄赳赳气昂昂。不过苏无忌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那些老兵们有些稍微的失望。刚刚那16个人收拾行装，换上便衣，半小时后军区门口集合。大队长，那我们那……一名老兵立刻问道。苏无忌笑道：我先跟他们磨合磨合，咱们非洲再见。见面仪式结束，苏无忌回到了司令部。看着苏无忌穿着军装的样子，方千雪的眼睛里仍旧亮晶晶的。他当着阅兵灵的面把苏无忌揪到一边，道：你跟我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说着他直接拉着对方进入了更衣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岳格格在外抿了抿嘴，没多说什么。宋鹤鸣笑着看了他一眼。岳冰凌知道老宋又想说什么，冷着脸干脆直接别过头去。方千雪，这里这么多人，你想干什么？苏无忌双手抱胸贴着墙壁，一脸警惕地说道。他还以为这女人不知道哪根神经又搭错了，想要在这军区司令部里直接勾引他了。但话说回来，这么做想想还挺刺激的。你跟岳冰凌不对劲。方千雪揪着苏无忌的领子。反正我提醒你，你接下来在跟他一起行动的时候，不能忘记你还有个江晚星。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方千雪，我和岳冰凌的进度条还不如跟你快。是啊，上次在东阳的时候，他想亲岳冰凌，结果却被对方的一根手指拦下来了。而昨天晚上喝醉了的方千雪，居然直接跟自己嘴对嘴。听了这句话，方千雪笑靥如花。真的啊？那我得想办法好好替晚星留住你。说这话的时候，他甚至伸出手来捏住了苏无忌的下巴。两人站的距离很近，方家小姨那夸张的曲线顶端几乎已经顶着苏无忌的胸口了。他换上了一副很认真的神情，说道：小渣男，你穿着军装的样子真的很好看。后者浑身僵硬。这不是时候，方千雪，你勾引人也不看看地方。
这轻佻的样子，说他没和男人亲密接触过，真是打死苏无忌都不相信。现在姐姐和姐夫的案情有了新的进展，方千雪的心情也好了许多。你的意思是，只要不在司令部，我就能这样和你贴贴了？苏无忌，你走开。方千雪问道。你什么时候去德弗兰西岛？苏无忌说道。尽快去。我跟你去。方千雪说道。你去了只能添乱。苏无忌摇了摇头。现在不是你替婉星争风吃醋的时候。那好，我不去了。如果你得到了与坠机案有关的消息，记得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方千雪的眼睛里闪动着金光，说道。这是我的请求。哼。苏无忌点点头。我答应你。谢谢你为了我们做的这一切。方千雪说道。现在我不代表江婉星，我只代表我自己。我想对你说。顿了顿，他往后退了一步，道：不管事情的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不会让你白白冒险，白白付出。我方千雪一定是知恩图报的人。说着，他居然弯下腰去，深深地鞠了一躬。等苏无忌从更衣室里走出来，宋鹤鸣已经让直升机先把邓红宇送走了。苍宇现在的行踪还是绝密，老宋甚至都不让苏无忌知道。用他的话来讲，这不是信不过苏无忌，而是对他的保护。在某些事情上，知道的越少就越安全。小子，你坐我车走。宋鹤鸣说道。调查局的一台商务车已经等在门口了。老宋这么大的领导，居然没坐后排，而是率先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上。岳冰凌一言不发地上了车，和苏无忌并肩坐在后排。他知道自家领导就是在给自己创造机会呢，可这种感觉怎么有点怪怪的。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苏无忌先开口。这台商务车开出了军区大门之后，4台挂着民用牌照的越野车也随之跟上。在这4台车里坐着16名烈焰大队的特战精英，而方千雪并没有跟着一起离开，而是暂时留在了司令部，似乎还有话想要跟邵飞虎私下里聊几句。当苏无忌所乘坐的别克商务车开出了几百米后，路边的2台黑色轿车也随之跟上，直接硬生生地插进了别克商务车和4台越野车之间。坐在驾驶座的男人看着前方的别克车屁股，说道：少爷，我跟上他们了。那小子的大块头保镖没有跟在身边，是动手的好时候。电话那端传出来了沈凌川的沙哑声音：好，你们跟住，等我到了就立刻逼停他们，我要把他身边每一个人的嘴巴全都插一个遍。沈凌川是真的被气疯了。他平日里也算是风度翩翩，但从昨夜到现在一直是处于彻底失态中。昨天沈凌川被小庞扔到了车子上，摔得锁骨和肩胛骨骨裂，背骨也裂了2根。当然和侮辱性极强的被插嘴那一下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了。小庞那一根特制甩棍太粗了，一插一拔，差点把他整个食道都给翻出来了。不仅伤害性不小，侮辱性更是强得没边了。看着强行插进车队的2台黑色轿车，后方烈焰大队的战士们都愣了愣。他们经历多年特种作战，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嚣张的追踪者。最关键的是，这里距离首都军区还不到2公里，怎么这么会作死啊？苏无忌看到了后面的车子，说道：宋局，你被跟踪了。宋鹤鸣明显很放松，他探身看了一眼后视镜，便靠在座位上
说道：“关我屁事，那肯定是来找你的。”岳冰凌扭头看了看，眸光似乎随之清冷了一分。苏无忌说道：“减速吧，看看他们想干什么。”于是临时担任司机的李高乐便把速度降到了时速40公里左右，后面的轿车也慢慢悠悠地跟着。但是他们的反侦察经验几乎为零，根本没意识到后面的4台越野车也已经随之减速了，而突击步枪的枪口甚至已经从车内瞄着他们的脑袋了。几分钟后，几台黑色商务车从后方高速超越，把苏无忌所在的这台车逼得停向了路边。从这几台车上下来的全部都是身穿黑色西装的保镖，一看这样子便是训练有素，非常精干，甚至可能都是复员军人。沈凌川从后排走了下来，那翩翩公子哥的样子已经消失不见了，脸上全是愤怒，但他走路的姿势却是小心翼翼，似乎生怕震到了骨裂的地方。混账东西，给我滚下来！沈凌川喊道。别克商务车的电动门打开，苏无忌慢悠悠下了车，他盯着沈凌川的嘴巴看了看，说道：“沈大少爷嗓子怎么哑了？”被这句话戳到了痛处，沈凌川的面色涨红，全部都是恼怒。何止是嗓子哑了，他的食道和胃部多处出血，现在都还是火烧火燎的。岳冰凌也紧跟着苏无忌下来了，眼神全是冰冷。沈凌川并不认识岳冰凌，可是对方那张颇为惊艳的脸还是让他多看了2眼。于是这位阔少便临时改变了主意，他狠声说道：“除了这个女人之外，这车上的所有人都得被棍子插嘴，插100个来回。插……”他简直被逼得变了态，现在做梦都想亲手用棍子从苏无忌的嘴巴捅到菊花。后面4台越野车的车门已经打开了，可是苏无忌只是一个眼神，车门便又齐齐关上。沈凌川的人并未注意到这一点，一名保镖手持甩棍对着别克的车玻璃狠狠砸了一下，喊道：“前排的人都给我下车！”车玻璃被砸碎了，李高乐下了车，还拍了拍身上的玻璃渣子。他看向沈凌川，简直像是看傻子一样，眼神里透着嘲讽和怜悯。而堂堂的宋大局长也麻溜地下了车，并没有多说什么。当年在非洲，他可是有好几次都被当地军阀挟持成了人质，现在的确只是小场面而已。苏无忌双手插在口袋里，笑眯眯地说道：“这里是首都，你确定要这么做？”沈凌川咬牙切齿：“你昨天是怎么对我的？我沈凌川从来都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委屈。”苏无忌抬手指了指斜后方：“可是你别忘了，那里是首都军区。”“首都军区怎么了？”沈凌川骂道：“今天谁来都救不了你。”苏无忌说道：“你确定？”宋鹤鸣笑道：“无忌，我要是你现在就搬救兵。”他靠着车头，一副看热闹的轻松神情，还顺手抽出了一根白酱，点燃，深深地抽了一口。然而沈凌川看到宋鹤鸣这悠哉悠哉的模样，气得直接冲到了他的面前，一把将对方的烟夺下来，扔到地上，狠狠踩了几脚，怒骂道：“还抽烟？抽你妈！”苏无忌差点乐了，就连冰山一般的岳格格都有些忍俊不禁。说完，沈凌川便抬手朝着宋鹤鸣的脸上抽去。苏无忌双手插兜地站在原地，没有丝毫要帮忙的意思。岳冰凌也是一样。啪！一声脆响，
这一记耳光不是在老宋的脸上响起来的，而是沈凌川。这家伙不仅没抽到宋鹤鸣，却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他甚至都没看清楚老宋是怎么打到自己的，直接被抽得趔趄了好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在非洲的风沙里征战那么多年，宋副局长就算是上了年纪，也不是这花花大少能欺负的。宋鹤鸣低头看了看地上那被踩扁了的大半根烟，说道：可惜了，等下个月把你爸请来喝茶的时候，得让他赔我一条烟。这个时候的沈凌川还没意识到这句下个月把你爸请来喝茶到底是什么意思。显然宋鹤鸣能说出这句话并非公权私用，而是表明沈凌川的父亲沈祖尧早就在他们的名单上了。抓与不抓，查与不查，只是个时间问题。沈凌川气得怒骂：给我动手铐住他们，一个个捅！然而他的保镖并没有立刻抓人，因为一道声音从他们的车上响起来：是谁要请我喝茶啊？一个身穿黑色运动服的老男人下了车。他看起来60多岁的样子，面色微黑，精神头看似相当不错，虽然比当年最鼎盛的时期瘦了一些，但依然很有气场。竟然是沈凌川的父亲沈祖尧。这几年来，自从把集团交给儿子之后，曾经风光一时的沈祖尧便退居了幕后，很少在全国各大会议和采访中出现了。他下了车，缓缓踱步到了宋鹤鸣的身前。刚刚是你要请我喝茶？沈祖尧说道，声音里极有压迫力。你是哪个部门的？不过由于宋鹤鸣身处敏感的纪律部门，平日里很少在新闻上出现，更不会跟这些商人有什么交集，因此沈祖尧并没能把他认出来。宋鹤鸣又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根烟，递给对方说道：你抽不抽？沈祖尧从宋鹤鸣手里拿过那根香烟，随手丢在了地上，语气冷淡：不管你是哪个单位的，今天我都得为我儿子这事儿要个说法。宋鹤鸣看了看地上的烟，骂了一句：老家伙，你太浪费了。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这还不简单，弄坏一根，让他赔偿一条。沈祖尧看出来宋鹤鸣的气质不一般，他转而又看了看苏无忌，对这个罪魁祸首说道：今天我带来了沈氏集团最好的保镖。苏无忌摊了摊手。然后呢？沈祖尧说道：我儿子没培养好是我的问题，但是他受到这样的对待，心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不帮他报复回去，那么他的道心就破了，沈氏集团从此以后也再难进步。他为了培养儿子确实煞费苦心，哪怕知道对方不成器，哪怕知道苏无忌一行人并不好惹，但此刻也得拼了老命的把儿子托举住。苏无忌笑道：不就是被插了个嘴吗？怎么还扯上道心了？你们这些老家伙就喜欢搞玄学。宋鹤鸣笑呵呵地说道：沈祖尧，既然如此，不如就让你们沈氏集团的保镖把这小子的嘴巴也插一下，咱们两边就算扯平了，行不行？他平时表面上看起来一副正派大佬的样子，实则心里蔫坏着呢。苏无忌一听，立刻说道：老宋，你真无耻啊！你要是再这样，我诅咒你以后生了女儿长大了自动变成我的女朋友。宋鹤鸣的脸色变黑了几分，嗓门都提高了8度。你敢娶？岳冰凌心细如发，他本能地感觉到宋局此刻的反应大到了有些不正常。动手吧，只扣住这个小伙子就行了。沈祖尧对保镖说了一句，随后盯着苏无忌，总觉得这个年轻人让他有点看不透。
摇了摇头，他沉声说道：为了我儿子，也请你理解一下。他还算是比较理性的，并没有像儿子沈凌川那样要把这里所有人的嘴巴都捅了。我理解个屁啊！苏无忌一招手喊道：下车！听到了这命令，后面那4台越野车齐齐打开了车门，16个身穿便装的烈焰大队精锐下了车，突击步枪都留在了车上。可他们哪怕是赤手空拳，这么一出现，整体气势立刻比沈氏集团的高级保镖们高出了一大截。李小飞等人可没想到，跟着心愿大队长做的第一个任务竟然就这么有意思。然而随着他们下车，沈氏集团里一名高级保镖的面色却变了变。他看着李小飞迟疑了一下，喊道：排长。沈祖尧听了这称呼，扭头看了看，面色微微有些变化。因为刚刚出生的正是他手底下的保镖队长张子柱。张子柱从某侦察连复员之后，便被沈氏集团高薪聘请过来了。他也是沈氏所有保镖里的最强者。但是张子柱却知道，自己经过侦察连的特训，可以吊打普通保镖，而对面这个李小飞却能够轻松碾压自己。张子柱清楚地记得，在自己复员之前，排长李小飞入选了保密级别极高的特种部队，前途无量。排长，你不是去特种部队了吗？怎么会在这儿？他问道。李小飞摇头失笑，随后眼光冷冽起来。张子柱，我们正在执行重要任务，你们老板连我们大队长都敢惹。那个高级保镖张子柱自然已经意识到，李小飞所说的那位大队长就是首都军区绝密特种部队的1号人物。可是对面3个男人，哪一个才是大队长？都不像啊。张子柱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这排长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李小飞加重了语气。没有误会。他走到苏无忌的面前，敬了个礼。大队长，请示该如何处理？沈氏集团的所有人都表情凝固了。这个年轻人居然能是首都特种部队的大队长，他凭什么？饶是见过不少风浪的沈祖尧，此刻都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演的了。你们扯什么淡呢？挨了一耳光的沈凌川喊道：他才多大，能当大队长？我特么……苏无忌看着李小飞问道：在以往你们都是怎么让这种人相信你们的身份？李小飞直接走到了沈凌川的面前，将他揪到了越野车的后排门口，冷冷说道：随便挑一个拿出来。沈凌川面色瞬间变得煞白，腿一软，差点没站住。因为在这台越野车的后排还横着2把突击步枪，那闪着幽幽光泽的枪身透着压抑难言的肃杀。拿出来，没听到吗？李小飞加重了语气。他虽然来到烈焰大队没2年，可在原先的侦察连也是个老兵了，完全是凭借过硬的军事能力提干的。此刻一声低吼，气势十足，震得沈凌川差点尿了裤子。沈凌川哆哆嗦嗦的刚要伸手去拿枪，然而这时候李小飞一把扯过了突击步枪，狠狠一枪托砸在了他的脑袋上，后者直接被砸得摔倒在地，脑袋被砸出了一个豁口，鲜血长流。看到了突击步枪，沈祖尧的面色也白了许多。你们缺几样？苏无忌说道：我们真的是去执行保卫国家的特殊任务，偏偏被你们拦了下来。怎么，你们沈氏集团还想危害国土安全？这一顶大帽子扣下来，沈祖尧也接不住了，他的面色更白了几分。你们，
我们没有想危害国家安全的意思，这都是误会，都是误会。我无法证明这到底是不是误会，只有经过调查才行。苏无忌微微一笑，随后盯着沈氏集团的那些人，声音陡然转冷，说道：不服问。一声令下，16名特战精英直接扑了出去。只是一个照面，沈氏集团的保镖们便全部被按倒在了地上。你……沈祖尧的喉咙上下滚动，说话明显变得艰难。他意识到事情在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展。苏无忌摇了摇头：不是我公权私用给你们扣帽子，毕竟这几年来我见过太多看似误打误撞实则精心计算过的阴谋了。我们队伍的保密级别那么高，偏偏被你们拦了下来。我就算现在放了你们，事后首都军区也会把你们查个底朝天。沈祖尧的身形晃了一晃，现在他真的想抽死自己那个蠢货儿子。这位商界大佬还想解释：真的是误会，这位大队长请明吃，请您帮我们向军区首长解释一下，如果此事能够顺利解决，我们一定会给出让你们满意的回报的。苏无忌呵呵一笑：老沈，你简直老糊涂了，你这是要公然行贿啊！这货怎么不按套路出牌？你知道他是谁吗？苏无忌指了指旁边的宋鹤鸣：当着他的面，就算你敢给我送礼，我也不敢收啊！看着刚刚给自己递烟的男人，一股极度不妙的预感已经从沈祖尧的心中升起来了。苏无忌说道：我来介绍一下中央调查局副局长宋鹤鸣。轰！这个名字好似一道惊雷，在沈祖尧的脑海里炸响。他的腿陡然一软，趔趄了2步，才艰难站定。抱歉。沈祖尧艰难地说道：宋局，我不知道是您。一想到刚刚自己的儿子居然还想抽宋鹤鸣的耳光，沈祖尧简直觉得天都要塌了。要是宋鹤鸣在别的部门，他可能也不会那么在意，可对方偏偏是来自于中央调查局。最近好几个与沈祖尧有关的贪官都相继落马，搞得这位房地产大亨也是心中惶惶。而今天竟然要命的直接跟宋鹤鸣发生了冲突。苏无忌看热闹不嫌事大，笑眯眯地说道：对国家高级干部进行围追堵截，并且殴打未遂，你们沈家父子这是想牢底坐穿啊！听了这话，沈祖尧已经面无血色了，他的嘴唇哆哆嗦嗦，想要解释什么，可完全说不出话来了。宋鹤鸣抽了一口烟，说道：沈祖尧，调查局最近太忙，人手不够，本来想下个月把你请过去喝杯茶的，但现在择日不如撞日，依我看就今天吧。砰！沈祖尧脑袋发晕，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如果早知道今天会发生这种事儿，他又怎么会替儿子来找回场子？肯定第一时间飞往国外了。李高乐已经上前一把扣住了沈祖尧，将他拉了起来，塞进了商务车的第3排。后者的身体已经瘫软得跟面条一样了，表情呆滞，眼神惶恐，显然已经进入到了六神无主的状态里。宋鹤鸣打了个电话，问首都军区要了一台军用卡车，把沈氏集团的保镖们全部塞了进去。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宋鹤鸣看着面前的年轻人，这次不跟你打配合了，在德弗兰西岛小心一点。苏无忌哈哈一笑，那边的比基尼美女多得要命，全当度假了。岳冰凌却走到了沈凌川的面前，眼神冰冷地看了看他，一把拉住了对方骨裂的肩膀，随后狠狠一个背摔。耶，哈哈！沈凌川发出了一声惨叫，随后便晕了过去。宋鹤鸣见状笑道：无忌，
岳处长这是在给你出气呢，他对你不错，你俩早点好上，你也好收收心。如果这小子和冰凌谈了恋爱，就不要再打之余的主意了。苏无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老宋，我总觉得你没那么好心。宋鹤鸣咳嗽了一声，没理他，直接上了车。而岳冰凌则是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清澈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脸上，随后说道：注意安全。苏无忌，你也一样，小玲玲，我不在的日子里你可要太拼了，保重身体。这句叮嘱不禁让岳冰凌想起了两位未来婆婆曾对自己说过的那句类似的话：你的身体不只是你自己的，还是无忌的。岳冰凌收起了心思，接着说道：这积案的调查组已经成立了，我任组长，你还是我的副组长。说完，他的俏脸一热，转身上了车。苏无忌喊道：好嘞，配合愉快。这货愣是没听出来，刚刚岳冰凌的那句话多少带了点表白的意思。只是以岳格格的性格，能拐弯抹角的用这种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意，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了。可是苏无忌没听明白，车里的宋鹤鸣却听明白了。他看着窗外，看似不经意的随口说道：冰凌，你下次就得直接一点，不然这家伙听不懂你的弦外之音。岳冰凌轻轻咬了一下嘴唇，声音平静之极：我刚刚在和苏副组长谈工作，没有任何弦外之音。哎，谈工作？宋鹤鸣笑道：那多谈一点，好好谈，深入谈。李高乐说道：岳处长和苏副组长确实般配，俊男靓女，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俩要是结婚，我一定包个大红包，包我1个月工资。岳冰凌的耳垂已经红透了。要是在以往，岳处长必然冷面斥责一句闭嘴，可现在他竟是没有任何反驳。而这时候，沈祖尧还被塞在第3排，处于无比惶恐的状态里，连连说道：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调查局就算是抓人也得有正当理由吧。扭头看了看他，岳冰凌语气淡淡的说道：理由很简单，你惹了我的副组长。他是我的，还是副组长？傍晚，苏无忌和钟齐奈美登上了一架飞往德芙兰西岛的航班。不过由于去往这个岛度假的人并不算太多，所以还需要先绕到米国京停一下。去米国不出机场就还好，问题不大。苏无忌在心中说道，希望那群人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几年前所引起的那一场混乱，不然对面人多势众的，自己被丢进化粪池可就不太好了。小上忍今天穿着仍旧是一身 JK 裙子，看起来就像是苏无忌的小女友，而后者也是戴着墨镜和棒球帽，遮住了大半张脸。10几个小时的飞行，苏无忌大部分时间都在想事情，和钟齐奈美没怎么聊天，后者却被男性旅客要了好几次号码。终于，航班飞越太平洋，落地米国首都机场。按照航空公司的要求，经停的旅客只能在机场范围内活动，不能离开。我们先吃点东西。苏无忌对钟齐奈美说道，还得间隔8个小时才能起飞。然而在经停旅客下飞机之前，空姐却说道，各位旅客，很抱歉，我们接到了紧急通知，所有前往德芙兰西岛的旅客都将接受安全审查。安全审查？苏无忌眯起了眼睛，不过一想到上次入境用的是假身份，现在护照上也不是自己的真名，于是稍稍轻松了一些。只要不被丢进化粪池里，干什么都行。
但这种发生在机场的集体安全审查，往往是在抓重点逃犯或是恐怖分子时才会出现。难道说自己这架航班上还有能让自己都没注意到的危险人物？审查的方式很简单，旅客们排成2队，分别进入2间办公室里，回答几10个问题，只要过关便能出来了，平均每人花10分钟左右。在这2间办公室的门口都有着荷枪实弹的警卫。然而等苏无忌进入办公室，却发现在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竟是海伦娜。其实苏无忌对海伦娜的态度颇为复杂，要说感情，那是一点也没有，但是她确实也算是唯一和自己深入交流过的女人了。苏无忌对她的构造也算得上是了如指掌了。摘下你的墨镜，和锅吧。海伦娜核对了一下成员信息，冷冷说道。她还觉得这名字有点怪，都不如苏无忌好听。这时候办公室里不止海伦娜，还有一名黑人持枪警卫。看到苏无忌有些墨迹，那警卫直接把手枪拔出来，说道：摘下墨镜，和锅吧。苏无忌缓缓地摘下了墨镜和帽子，动作僵硬地招了招手。嗨，海伦娜，好久不见啊。于是那黑人警卫便看到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拉丁美洲兼亚洲行动组长明显呆住了。10几秒钟后，这位新晋的黑水公司实权人物竟是开始露出了惊喜的表情。我的天，亲爱的无忌，你竟然来了！海伦娜张开了双臂，虽然隔着好几米，可随着她的这个动作，黑色西装里的汹涌简直已经要扑面而来。苏无忌无奈往前跨了几步，隔着办公桌和探身过来的海伦娜来了个拥抱。其实海伦娜是少有的几个让苏无忌见到之后有些心虚的女人。这倒不是因为和他一起玩了半小时的 QQ 空间，而是因为海伦娜那位在特勤局就职的哥哥曾经被自己丢进了化粪池，后来精神方面还出了点问题，不得不暂停工作，在精神病院里住了半年。早就听说海伦娜对那个害了他哥哥的人恨之入骨，苏无忌真的很不想看到真相被揭开的那一天。我们真是有缘分，用你们华夏语来说，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海伦娜明显非常激动。其实要说她对苏无忌的感情其实也没有多深，但心中一直存有强烈的感激。尤其是那一次解毒之后，每到夜深人静之时，海伦娜就会想起这个华夏青年以及他那修长的手指。要不是他为了自己付出了手指近乎抽筋的代价，自己也不可能安安稳稳地从那场危险的内斗之中度过，掌握2大洲的行动指挥权。苏无忌不仅是海伦娜升职的贵人，更是他的救命恩人。你说的真好，相逢的人会再相逢。苏无忌的笑容有些僵硬，明显有些敷衍地说道：你这次来到米国，不准备多逗留2天吗？海伦娜撅了一下嘴，那张性感的面庞上竟然露出了娇俏的神情来。你明明有我的联系方式，为什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看到这位平日里杀伐果断的女人居然开始撒娇了，那黑人警卫忍不住的觉得有些恶寒。你畜妾！海伦娜扭过头来，狠狠瞪了正在八卦的警卫一眼，说道：通知隔壁的组员，让他们继续审查可疑人员，我这边的审查工作暂停。黑人警卫问道：暂停多久？海伦娜的嗓门瞬间拉高：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出去！
黑人警卫连忙出去了。海伦娜直接起身把门给反锁了。她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距离对方只有10公分，柔媚的表情再度露出来。说呀，为什么不联系我？海伦娜的眼神明显有些热切。毕竟中情局的那位实权副局长曾经说过，如果海伦娜能成功邀请苏无忌来米国游玩，那么他就会2次晋升，成为黑水公司的高层。所以苏无忌此刻出现，无疑让海伦娜看到了再度坐上升职器的机会了。自己将如火箭般突飞猛进。苏无忌说道，这次本来是想去德弗兰西岛逛一逛。去和女朋友度假？海伦娜问道。苏无忌说道，算是吧。中崎奈美想带着贾鹤流脱离米国中情局的掌控，以海伦娜的立场，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件事发生，但事已至此，显然很难瞒过去了。女朋友在哪里？海伦娜的笑容似乎稍稍少了一点点。苏无忌说道，她在外面等着呢。距离飞机起飞还有8个小时。海伦娜说道，这也就意味着我和你的相处时间顶多只有8个小时了。显然他要霸占苏无忌了。苏无忌，要不你先忙你的工作，等你忙完了我们再。8小时，自己的胳膊还不得废了？海伦娜说道。不，现在你就是我的工作。说着，她脱去了自己的西装外套，直接抱住了眼前的男人。苏无忌的身体立刻紧绷。上次从华夏回来之后，我每天都在怀念当时的感觉，我怀念你也。海伦娜牵起了苏无忌的右手，也怀念他。苏无忌浑身又僵又硬。你们米国女人太开放了。海伦娜说道。不，我从来都不是个开放的人。上次在华夏，还是我第一次体会到异性带来的快乐。苏无忌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巨大的信息量。难道你以前都是同性？海伦娜笑着打了苏无忌一下。你想哪里去了？没有异性和同性，都是自己。海伦娜的一只手搂着苏无忌的腰，一只手则是贴在对方的胸肌上，说道，无忌，你只在这机场停留8个小时，我再见到你还不知道何年何月。苏无忌说道，说不定我过不了多久就再次来到米国了呢。我不会信的，你这就是随口一说。海伦娜说道，我能看出来你不喜欢米国。那你想要怎么样？苏无忌此刻站着不动，就像是木头人一样。这里又没有其他人，反正你来都来了。海伦娜说着，竟是搂着苏无忌的脖子，双脚一跳，直接跳到了对方的腰上。这一下弄得苏无忌不得不本能地抬起手拖住了对方，似乎又要轻车熟路地染指了。海伦娜搂着苏无忌的脖子，小臂撑着他的肩膀，被这一拖搞得身体轻轻一颤。对，手就这样。1个小时之后，这间办公室的房门重新被打开。海伦娜的双颊发红，额头见汗，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后。苏无忌则是去了一趟卫生间，把手好好的洗了洗。怎么对你审查了这么久？中崎奈美走过来，好奇地问道。都问你什么了？要是苏无忌在里面待得再久一点，他就要强行闯进去抢人了。苏无忌当然没说细节，他擦着手，直接说道：里面是黑水公司的海伦娜。竟然是他！小圣人的眼睛里顿时泛起警惕的神色。显然，以往他和海伦娜相处得很不愉快，
每次都被这个组长用预算和拨款压得十分被动。有我在，他不敢为难你。苏无忌甩了甩手上的水，说道：咱们去吃点东西，胳膊有点酸。啊！钟琪奈美很是不解地问道：你不是被审问的吗？胳膊为什么会酸？苏无忌说道：因为刚刚做了个游戏，一直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这歌我知道。钟琪奈美的注意力一下子被转移了，她直接唱了出来：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苏无忌立刻认真打断：不，没种任何种子。两人在机场找了一家日式餐厅，苏无忌点了好几样。尽管吃，我买单。钟琪奈美看着这家餐厅道：你真细心，还能照顾我的口味。这一刻他忽然有点感慨，似乎从小到大自己都是在照顾别人，都是在迁就整个流派，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照顾过。他一直坚定认为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但这种别人关心的滋味真的很好。少说废话，吃你的吧。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咱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我当然得对你好点，我还指望你给我当免费的打手呢。钟琪奈美笑起来：我又不傻，你每次关心人的时候都用这种无所谓的语气。随后他一拍脑门：对了，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啊？苏无忌说道：你还记得我们从东洋登机的时候，你收到了一张纸条吗？钟琪奈美说道：当时雷蒙情报局的歌者告诉你，德弗兰西岛有危险。苏无忌吸溜了一大口拉面。这才过去不到2天，我当然记得啊。小商人说道：这次黑水公司就是在排查歌者，他们怀疑这个 S 级调查官就在我们这架飞机上。苏无忌的筷子一停，随后没好气地拍了一下对方的脑门，说道：小钟琪，下次再有这种重要消息，你能不能第一时间告诉我啊？钟琪奈美说道：刚刚光顾着关心你为什么会手酸了，都把这事儿忘记了。苏无忌说道：你是怎么知道的？也不知道海伦娜是不是光顾着跟苏无忌嗨了，还是心理上对他有所防备。这个谜是地狱猫都没有说出这次审查的真实目的。钟琪奈美露出了些许得意的神情：我搞了好几年情报工作，这方面当然手到擒来。那个黑水公司的特工已经快要被我的 JK 群迷死了。的确，他的长相极具欺骗性，尤其是对于喜欢这种又凶又萌的男人来说，绝对是见了就走不动路。苏无忌说道：如果歌者真的在这架飞机上，那么我们肯定已经被他注意到了。顿了顿，他的眉头已经皱起来。这家伙既然告诉我德弗兰西岛很危险，那么他为什么也要去？紧接着，他的手在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叠起来的纸，展开一看，就是歌者的那封信。苏无忌一直随身带着，他盯着信纸上的3条建议看了看，目光在第3条建议上停留最久。那条建议是：月影神殿不值得信任。沉默了半分钟，苏无忌说道：这3条建议分别提到了银月那间杜卡罗钟琪奈美以及月影神殿。小上人的眼神有些迷茫。然后呢？苏无忌觉得自己似乎捕捉到了什么关键信息，他眯了一下眼睛道：刚新月神亲至。话音未落，整个机场突然停电。此时正值米国时间的上午，虽然有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但是停电还是导致机场的部分区域瞬间暗了下来，尤其是在排队审查的区域，更是变得一片漆黑。苏无忌不确定这是歌者干的还是月神干的，但德弗兰西岛的漩涡已经先从米国的首都机场出现了。
紧接着，不止一处的浓烈烟雾从机场内部冒出来了，火警铃声四起，旅客们尖叫着奔跑，一片大乱。苏无忌拍了拍小上人，先吃东西，别浪费了。这边的光线也是非常暗。中崎奈美听了，立刻抓起2个寿司，把嘴巴塞得鼓鼓的。等苏无忌把1碗豚骨拉面吃完，机场开始重新恢复了供电。但是消防员和警察全部进来了，旅客们已经开始紧急撤离。苏无忌继续吃着桌上的烧鸟，他说道：你觉得刚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一起乱子？中崎奈美鼓着腮帮子说道：你这不是为难我的脑子吗？苏无忌眯着眼睛说道：乱了这么一场，米国警方一定会把机场查得底朝天，怕是今天都不会有航班起降了。中崎奈美说道：这是为了留住我们。苏无忌说道：暂时说不好，也有可能是有意拖延。果然，几分钟后，机场广播就开始通知，今天的航班全部延迟起飞，起飞时间待定。中崎奈美说道：那晚上我们岂不是得在这里住一夜了？苏无忌：夜长梦多，你跟我住一起。小上人甜甜一笑：这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响起来了，来电正是海伦娜。你们在哪里？他问道。苏无忌说道：一直在日料餐厅呢。海伦娜的语气明显发沉。我这边死了2个手下，你们来帮我看看吧。等苏无忌和中崎奈美赶到刚刚的审查地点，发现有2名警卫躺在地上，被扭断了脖子，其中1人竟是刚刚和苏无忌同处一个办公室的黑人警卫。海伦娜正在勘察现场痕迹，她沉声说道：其实这2个死者的实力都不错，我都不能保证短时间里拿下他们。可是刚刚我完全没有听到任何的打斗声音，这就说明动手者的实力远远超出他们，根本不是一个层级的。苏无忌看了看2名死者的脖子处，道：一击毙命，简单干脆。海伦娜说道：凶手戴了手套，脖子上没有留下任何指纹。机场供电是被人为关闭了开关，两边同时动手的话，对方起码2人以上。苏无忌看了看他：你要扩大排查范围，不一定是旅客干的，也有可能是机场内鬼。海伦娜点点头，随后看向苏无忌，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我在寻找雷蒙情报局的星辰歌者，会是他干的吗？苏无忌摊了摊手：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名字，并不认得他，更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找他。从最近和这位 S 级情报官的一系列接触来看，苏无忌觉得歌者应该暂时不会站在自己的对立面。海伦娜说道：此人窃取了中情局的年度预算表，以至于我们的所有项目全部宣告停摆。苏无忌的眼睛微微一亮：有点意思。既然知道了年度预算，就能了解中情局每一笔资金的流向，接下来可以通过资金流向判断出来米国要搞什么动作。能干出这种事儿，这家伙真是个人才。苏无忌说道：但他为什么会在前往德弗兰西岛的航班上？海伦娜摇了摇头：我能猜出来，你去那做岛是为了这个女人，但我猜不出歌者的用意。德弗兰西岛的政权已经相对稳定了，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变数。就算他们想搞颠覆，在那小小的岛国上也毫无意义。说着，他捶了一下旁边的柱子，明显有些恼火。和这种敌人交手，海伦娜做不到知己知彼，甚至连对方的动机都分析不出来，这就太被动了。
苏无忌并没有向海伦娜询问任何与沙溢佣兵团有关的事情，毕竟这个佣兵团可能与米国有关，起码现在这个被自己深入交流过的女人还无法完全赢得苏无忌的信任。这事儿其实不归你管，你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族长，歌者的事儿应该交给其他族长负责。苏无忌说道。当然机场就那么大，如果你逼太紧，歌者接下来可能会不得不搞出更大的动作，以借此脱身。我逼太紧？海伦娜重复了一遍，眼前陡然一亮。好，就这么办，谢谢你，亲爱的。说着，他在苏无忌的脸上吧唧亲了一口，挑衅般的看了一眼中崎奈美，便风风火火地走开了。小上忍在一旁攥了攥拳头，语气之中似乎有着些许不满。外国女人好开放。苏无忌笑着看了他一眼。对于我来说，你也是外国人。中崎奈美说道。我长在德弗兰西岛，后来又在华夏待了那么久，有时候会忘记我是个东洋人。苏无忌笑道。以后找个华夏老公嫁了，彻底当个华夏媳妇好了。中崎奈美低头说道。以前没考虑过，最近有考虑过了。由于杀人现场已经被封锁了，所有的飞机都不能起飞，所有的旅客也经过了又一轮的盘查。由于这一轮盘查涉及人数太多，持续了整整8个小时，结束的时候天都黑了。苏无忌和中崎奈美此次是以情侣的身份出来的，所以机场在安排旅客入住酒店的时候，给他们俩安排了一间大床房。苏无忌跟小上人可不客气，冲了个澡之后直接躺在了床上，说道：你可以睡沙发啊。中崎奈美瘪瘪嘴，一言不发地去洗澡了。洗完了澡，她穿着一件精心挑选的漂亮睡裙，也坐在了床边。无忌，我也想睡床。苏无忌也没挪窝，更没有多看只穿着睡裙的小上人。睡床就睡床，别挤着我就行。说完没几秒，他便已经睡着了。10几个小时的飞行确实是有点累。中崎奈美嗅着从苏无忌身上散发出来的洗发水味道，竟是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对于即将到来的甲贺流之行，不仅没有任何的担忧，反而还充满了期待。未来的每一天都是好天气，奈美，加油！小商人说着，甜甜一笑，也挨着苏无忌睡着了。清晨醒来，中崎奈美发现自己已经被人紧紧抱住了。她本来是侧着睡的，苏无忌还在睡梦中，却翻身抱住了中崎奈美，还从后面用枪指着她。于是实力强悍的堂堂上人一动也不敢动，双颊似火烧，浑身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而紧接着，苏无忌那放在肚子上的手缓缓上移，压在了胸口之上。似乎这种探寻和摸索完全就是本能无意识的动作。中崎奈美的睡裙里并没有什么束缚，所以苏无忌的手掌和他的肌肤只隔着一层薄薄的布料。他觉得对方的手掌好热，自己也好热，似乎那种生理性喜欢的表现又在自己的身上出现了。一会儿起来还得冲个澡才行。他紧紧夹着双腿，在心中说道。还好苏无忌的五指并没有什么抓或揉的动作，不然真的是能要了中崎奈美的小命了。而这时候他的闹钟响了，响了半分钟之后，苏无忌那放在胸口的手才移开，迷迷糊糊地翻身去关上了闹钟，没有再翻回来，而是继续闭眼睡着。中崎奈美轻手轻脚地起身，走到浴室开始清洗身体。当水声响起，
苏无忌睁开了眼，他看了看自己的左手，叹了一口气，睡觉时候又不老实。显然从闹钟响起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究竟在摸着什么了，但坚决不能承认。调查持续了整整1夜，中情局仍旧没有任何的进展，一个嫌疑人都没有找到。第二天，飞机终于开始有序起飞。警察局、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全部派人在现场驻守，看着严防死守的阵势，似乎不会再发生什么意外了。苏无忌所在的航班将会在傍晚起飞，离开米国首都。可是到了下午临近登机的时候，前往德弗兰西岛的旅客们再度收到了航班推迟起飞的通知。是的，只有这一架航班延误。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将再度对每个人进行联合审查，而最关键的是，他们提前通知了审查时间，整整3天。旅行计划被彻底打乱，甚至有可能完全泡汤，这让每个旅客烦躁不已。中崎奈美的脑回路可不太一样，他一攥拳头说道：我们还要一起住3天呢。苏无忌敲了他脑门一下：想什么呢？这或许就是海伦娜要逼得歌者主动跳出来的方式，但成效应该不大。他总觉得歌者不会那么简单，自己似乎遗漏了什么关键性的信息。沉思了几分钟，他的目光里开始有金光涌现，随后打了个电话，声音里透着郑重和严肃：海伦娜，给我安排一架飞机，我要立刻前往德弗兰西岛。为什么？海伦娜说道：我主管这次行动，你要告诉我理由。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我敢打包票，你们得到的信息有误，歌者绝对不在这架航班上。海伦娜：这是你的直觉？是的，机场发生的一切全部都是烟幕弹。苏无忌说道：你们的审查将持续3天，这拖住的不是歌者，而是我。这一切混乱的真正意图是在拖住苏无忌。海伦娜只沉默了10秒钟，道：我选择相信你的直觉。他转头对一旁的工作人员大声喊道：立刻安排私人飞机，半小时内起飞，所有航班全部推迟起降，为这架飞机让道。等苏无忌的飞机起飞了，一个黑影出现在了他和中崎奈美所居住的酒店房间里。他四处翻找，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痕迹，正要打电话汇报，可当他打开卫生间的门，却看到镜子上竟是有几个鲜红的大字，似乎是用口红写的。这几个字是：告诉歌者，我来了。